收徒大典上，我竟能看清徒弟的属性词条。大徒弟是平平无奇的修仙天才，二徒弟是杀伐果断的重生者，三徒弟是冷艳无情的祸天妖女。可我所在的宗门却是修仙界最不起眼的存在。只因刚穿越时，系统要求我收的徒弟必须有成仙资质，但这种人凤毛麟角，哪怕有，那也是大宗门都稀罕的宝贝。自己一个筑基期修为的小修士，只能一路苟着走遍了玄武国，这才骗到了第一位徒弟。然而当我将他带回宗门时，眼前的破庙却让他愣在了原地。师傅，这真的是咱们天下第一仙宗的山门吗？我看向自己好不容易忽悠来的仙苗，脸上露出些许高人风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少女闻言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我明白了，师傅其实里面是不是内有乾坤？李英灵说罢，满脸兴奋地推开眼前漏风的大门，随后映入眼帘的却是只剩半截的神像，一旁还有用石头简单堆砌成的灶台。眼前这一幕顿时让他觉得这就是乞丐住的地方。看着他震惊的表情，我却神色淡然，一点不觉得尴尬。等等，师傅把神像的侧面木板给你拆下来当床，这神庙有点大，你想睡哪都可以。李英灵只觉得眼前一黑，但如今也没有回头路了。现在回家还得被父亲嫁给王尚书家的二傻，破庙就破庙吧，也总比嫁给傻子强。想到这里，英灵双膝跪地，猛然就给我磕了一个响头。声音落下的同时，沉寂3年的系统终于再次出现，完成新手任务奖励：无暇金丹检测李英灵灵根为丹属性，水灵根发放教材无上太阴水心经。随着任务完成的声音响起，一股天地灵气径直朝着我的丹田袭来，自己的修为也节节攀升。而这时李英灵有些困惑地问道：作为玄武国第一宗门，想来师傅所收弟子不少吧？其他同门呢？然而我的回答却让他险些崩溃。目前就你一个为师走的是精英路线，只收有缘仙苗，从来不收歪瓜裂枣。完了，果然该信娘亲的话，长得帅的男人就是爱骗人。李英灵要不是看见我确实为了他敌对了尚书一家，这怎么看都好像遇见了骗子。师傅，您可别骗我。我闻言直接将刚刚系统给的心经丢给了李英灵，你就修这本，修了你就知道你师傅有没有骗你。听师傅这笃定无比的语气，李英灵欢喜地看向这本书的封面，然而上面的字却早已看不清，就连纸张也是残破不堪。这也太水了吧，修炼起来该不会走火入魔吧？画本里的顶尖心法，哪个不是出场就自带气场？这本破书要是丢街上，估计都得被人拿去当厕纸。李英灵看着手中的破书，弱弱问道：师傅，要不换一本吧？然而他无理的要求自然被我反驳了回去。夜晚，李英灵躺在冰冷的木板上，忍不住开口：师傅，破庙门口漏风，我冷。我闻言打了个哈欠，跟你说了，你把那本无上太阴水心经练成到了炼气3、4层左右，就不会冷了。李英灵默默侧目，看向和自己躺在一块的神功秘籍，死就死，自己选的，师傅含着泪也要修下去。想到这，他咬牙起身，拿起那本心经就开始翻阅起来。只见第一行写着：本座水灵真君，该心法是真仙境，水灵真君独家绝学真仙心法。李英灵心情略好的看向第二行：本座怒涛真君，水灵真君写的真水，本座已修改，效果更猛，大家放心修炼。嚯，还有大能贴心修改。李英灵满意的点头，目光再次看向第三行：本座翻海真君，上面2个都是废物，写的什么玩意？误人子弟，本座已改。李英灵一脸问号，好家伙，第一页全是本座开头怒斥上面废物的。按照第一页的说法，这本水心经至少被17位大能给改过。他颤颤巍巍地翻开下一页，顿时觉得眼睛一黑。本座北海帝君别再改了，又菜又爱乱写，老子差点修得走火入魔。此版本经我修改是最终版本，无毒，放心修炼。再嘱咐一句，别他再改了。李英灵目光再看向下一段，幸好确实是没人再赶不过，一道又一道浓烈的墨迹将原本上面写着的字通通涂去。这一整页唯一没有被涂抹的就只剩一行字水：天地之灵，原本也很好，一句没什么用的废话。李英灵抬起头看向躺在木板上的我，弱弱开口：师傅，我真修了，不会走火入魔吧？闻言，我走到李英灵身边点了点头，你且放心，我保你平安无事。你修了就明白这本心经有多厉害。李英灵硬着头皮将这本改到和原文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水心经看完，随后就根据这心法开始修炼起来。然而这一宿感觉果然瞬间不一样，天地灵气迅速凝结，纷纷朝李英灵涌去。他只觉一股自然而然的感觉蔓延全身，然后我就目瞪口呆地看着李英灵迅速突破炼气1层，随后气息迅速凝实后，猛然突破到了炼气第2层。这些苗竟然恐怖如斯，不愧是带着天才词条的人，好羡慕啊！李英灵已突破至炼气2层，返还100%修为。我闻言眼睛一亮，紧接着一股轻灵的微弱灵气便进入体内。之后李灵英似乎修炼上瘾，从黑夜直接修到了白天，直到阳光透过破门，李英灵才一脸崇拜地将我叫醒：师傅，我炼气5层了，那本水心经真是顶级仙法。我打个哈欠，转过身打算继续睡觉，但依旧敷衍夸奖：做得很好。看着打算睡回笼觉的我，李英灵连忙开口：师傅，我还没筑基，不能辟谷，我饿了一整天了，这附近荒山野岭也没有吃的。我闻言有些无奈：你不是都说了这里荒郊野岭吗？自己去外面抓点野鸡啊！你都炼气5层了，总不能连一只野鸡都打不过吧？李英灵闻言一愣：好吧，也许修仙就是这样的呢。他安慰完自己，便抄起一旁的木棍走出庙门。然而他刚走出寺庙，身后就传来我悠悠的声音：记得留2个鸡腿给为师。刚刚迈入炼气7、5层的李英灵差点摔了个踉跄。当他从深山老林里走回破庙时，已经是正午，粉红色的流仙裙上也全是泥巴，脸上都有几道泥土痕迹，手中的木棍也换成了一只野。我看向灰头土脸的李英灵，有些疑惑：让你出去打个野，怎么看上去被野打了？李英灵闻言差点没气过头去，本想大声反驳，但想起那本水心经确实厉害无比，面前的师傅或许只是在磨练自己，他只能弱弱反驳：哪有那么好抓？看了眼李英灵受气包一般的神情，我自信开口：不用露出这副表情，等为师给你露一手，下次你出去打野的时候就又有动力了。要说有理走遍玄武国有什么好处，那自然是香料，调料一样不缺。很快兔子就被做成3盘菜端上了桌，但对于兔肉，李英灵本能还是有些拒绝。可当这种拒绝从品尝到兔肉开始就
迅速崩塌，麻辣鲜香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自这天开始，他打野的积极性便有了大大的提升。半个月很快过去，李英灵靠在火堆旁吃着烤鸡腿，一脸幸福神色，但还是维米开口道：“师傅，我在练气，9层卡了好久了。我看人家画本里卡修为境界的时候，都有什么灵丹、妙药、灵芝之类的辅助突破吗？师傅，你作为玄武国第一修仙者，肯定有不少好丹药之类的吧？”我抬眼看向李英灵，此时他正露出十分期待的神色，笑死，自己哪里有丹药？要不是收了你这个徒弟，自己还在筑基期呢。不过倒也不是，真没办法。我看了一眼夜色，这玄武国处于偏僻之地，不是中州金丹满地走的情况。在这偏僻之地，金丹修为其实已经能被称作老祖了。如今自己再怎么样，也是一个无暇金丹，以前不敢做的事，如今未必不能做。想到这，我打定主意，快吃，吃完带你去我们宗门药田弄点灵芝给。李英灵眼眸一亮，原来自己宗门真的不只是有个破庙啊，还有灵田。夜黑风高，破庙中的师徒二人朝着东南方向前进。1个时辰后，李英灵终于看见了我所说的灵田。这灵芝还真不一样，在月光的照耀下，时不时闪烁着光芒。可当他看清楚自己师傅在做什么的时候，又不是那么兴奋。只见我小心翼翼地用自身灵力，悄悄地将屏障融出了一个大洞，四处观察后，才将一个抹布袋子交到李英灵手中。我给你把风，你进去拿，看什么顺眼拿什么。自家灵田不用客气。李英灵闻言只觉头晕目眩，师傅，你是不是在坑徒弟啊？看着手中被硬塞来的麻布袋子，这个时候的李英灵又不是真傻，哪里不知道这是别家宗门的药品？但是此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李英灵一咬牙，小心翼翼地从大洞里穿过。修仙肯定是这样的，走入灵田内，紧张的李英灵哪管什么东西，抄起最近的灵芝就连根拔起，直到将整个麻袋都塞得满满的，他才意犹未尽地准备跑回去。或许是太过兴奋，原本打着瞌睡的药田弟子被惊醒了过来，朦胧地睁开双眼，就发现药田之中少了一大片药材，尤其是几根掌门急需的药材被连根拔起。哪家缺心眼的贼，连壮阳的药材都偷？看守弟子连忙大声咆哮：“有贼快来人啊！有贼啊！”李英灵瞬间心跳拉满，我也反应迅速，拉起李英灵的手连忙溜走。隐约间只听见一个人的嚎啕大哭，那个天杀的要偷本掌门好不容易集齐的仙草啊！芙蓉，本座对不起你啊！二人再次跃出时，已经回到了破庙。我从惊魂未定的李英灵手中拿过麻袋，可在辨别了2根灵芝后，却皱起了眉头。这丫头怎么竟拿一些补阳的东西回来？而一旁的李英灵则有些惊魂未定。师傅，你经常这么干？我挑着灵芝淡淡回道：“不用想那么多，那宗门之前跟我有过小过节，今天拔他几根草就算屏障了。”李英灵闻言有些好奇：“什么过节？”我叹了口气：“那掌门有个道理，虽然长得不错，但品行一般般。后来他看上师傅，我无双的气质多次勾引未遂，随后我就被那条老狗追3天3夜。”说话间，我挑出几根年份适合的灵草，丢进了一旁的锅中，一锅水很快就缩成一颗丹药大小小的水滴。我小心翼翼地将这颗水滴用灵气包裹起来，张嘴巴：“好徒弟。”李英灵则是看傻了眼，人家炼丹不都是固态的丹药吗？轮到自己怎么就是液态的？而且绿油油的液体怎么看都像是毒药一般。师傅，你确定这玩意能吃？要不是直接吃培灵草效果太差，还有副作用，我还懒得给你炼。赶快张嘴，吃完去修炼去。闻言，李英灵无奈地张开了嘴，将这枚绿油油的液体丹药吞了下去。随着液体从嘴里炸开，巨苦无比的味道让他面色狰狞，但效果确实不错，体内的灵气开始涌动起来。他连忙盘膝坐好，开始修炼。看着李英灵气息逐渐内敛，我就明白这次稳了。半个时辰后，系统的提示声终于传出：大弟子李英灵已突破筑基期，奖励神通3000弱水剑发布正式任务，招收合格弟子达到2名。主线任务倒还算在意料之内，只不过这徒弟哪里那么好找啊？我不由悠悠地叹了口气，而这一声叹气，恰巧被调戏完成的李英灵撞击。难道是自己修炼劈叉了，还是筑基方式不对？可他仔细观察好几次，却什么问题也没发现。完了，这就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师傅，我是不是要完了？回过神来，我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李英灵，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说话间，我将那本神通丢给了李英灵，这是神通修士最后的底牌，好好练。接过飞来的神通，李英灵默默缩回了属于自己的木板床上。我再次叹了口气，这仙苗徒弟上哪找去呢？而此时的破庙不远处，一个人影却缓缓浮现。昔日的血海深仇，今世我必定要血债血偿。逆行天目光阴沉，他上一世资质普通，好不容易获得至宝翻身，却被可恶的魔门妖女骗到什么都不剩，就连修成的元婴都被妖女吸干。最可恨的是，那个妖女手都没让他牵到一下。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十里坡树林里的一座山神庙，山神庙里有一块石头，内含千年古玉，只要吸收融化，便能脱胎换骨，方圆数十里渺无人烟的地方。之所以建一所山神庙，便是大能将其机缘留给后世有缘之人。上一世自己便是那有缘人，这一世自己比上一世来得更快，竟然还是那个有缘人。然而当他翻过一个熟悉的小陡坡，抬眼望去，却看见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修士。倘若普通人看见，都会赞叹一句天上仙女，但厉行天不一样的女人，他心中怒骂一声，但并没有着急向前。毫无疑问，面前的少女已是修士，如今的她不过是炼气2层的喽啰而已。可这不观察不要紧，但仔细观察却被厉行天看出了端倪。这少女明显修的不是一般剑法，而是神通，还是绝顶的剑法神通。一个筑基期的少女就有适配自己的神通，哪怕她重生了，带着上一世的记忆，都不敢做这种美梦。这是中州哪一家的顶尖仙门核心弟子出来游历了？厉行天心中一惊，自己的行踪很可能被发现了。想到这，他连忙小心翼翼地顺着山坡滑下去。可刚一转头，一柄木剑就直着自己喉咙。你是谁派来的？是玄武国尚书，还是太清宗门发现了我们的踪迹？面对抵住自己咽喉的木剑，厉行天果断锁了。可
可正当他想着找什么借口搪塞时，庙宇方向就有一道声音悠悠传来，肯定是我们门派已经声名远播，这位青年才俊肯定是来加入我们宗门的吧？逆行天侧目望去，发现一位穿着破旧道袍的俊秀年轻人倚靠在门边，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金色词条重生者，紫色词条杀伐果断，满足收徒条件。我看着面前的少年，啧啧称奇，这一看就是主角模板吧？只可惜是男的。厉刑天见状迅速拱手道：“在下只是路过，无意打扰。”我闻言连忙抬手打断厉刑天的话，目光微眯，似乎发觉到了什么。你身上有因果的味道，这是时间。闻言，厉刑天心脏狂跳，不敢继续抬头看向我的眼睛。他知道我是重生者了，这大佬该不会绑了自己做研究吧？厉刑天疯狂的头脑风暴时，我也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糊弄眼前这个重生者。小子身上背着大因果，可说不清是好是坏。厉刑天闻言一愣，感觉面前的前辈似乎在提醒着什么，连忙追问道：“前辈，这是什么意思？”然而我闻言却面露些许纠结。罢了，你也算与我有缘，可愿拜我为师？厉刑天闻言微微一愣，有些不可置信的向我看来，欲言又止。我似是看穿对方心思一般，不屑笑道：“你终究太小看天下人了。你以为的至宝，在我们眼里也只看天下人了。你以为的至宝，在我们眼里也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去拿属于你的机缘吧。只可惜你目光短浅，不识得什么才是真机缘。英灵，放他走。”逆行天拱手，随后迈步走进庙宇之中。可当他向着神像之下摸去时，却发现记忆之中的那块小石头已然不见。怎么回事？那东西去哪了？正当厉刑天疑惑之际，我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你找的东西被我拿去垫桌脚了。”逆刑天闻言径直走向木桌，将石头模样的千年古玉重新握回手中后，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李英灵看着离去的厉刑天，随后也迈步走进了破庙。师傅，你就这样让他走了？听见李英灵的话，我连忙不再装高人风范，你自己先在家里练练，为师出去一趟。此时的厉刑天目标准确，直奔最近的小镇而去。炼化这一块千年古玉需要整整1天的时间，只不过仍有一件事压在他心头。我的话此刻依旧在他脑海里盘旋，自己真的错过了真正的机缘吗？逆行天将所有杂念排空，终于在1天后到达了目的地。然而当他到了客栈之后，竟遇见前世的宗门弟子。要知道之前那些人就对他欺辱有加，所以刚重生，厉刑天便连夜逃走。他心中暗骂一声晦气，只可惜怕什么来什么。其中一位清风宗弟子目光扫过1楼，看见了低头的厉刑天，他连忙伸手拉住前方带队师兄的衣袖。师兄随着目光看去，随后眼神一眯，就带着4名弟子走向厉刑天的桌子上。你小子是不是被挂在红名子？走向厉刑天的桌子上，你小子是不是被挂在红名榜上的？厉刑天知道隐藏不住的厉刑天目光扫过5没有筑基期，除了带队的师兄皆是炼气5层，其余的都是2、3层。虽然自己只是炼气2层水平，但上辈子脑海中还留存的绝技，足以击败面前几个刚入门的炼气期菜鸟。先动手先爽，后动手挨打。厉刑天选择先发制人，伸手抓住一旁的筷子，体内灵力骤然爆发。然而面对厉刑天的突然暴起，师兄也是早有防备。面对袭来的筷子，他只是冷笑一声，体内高达5层炼气期的修为瞬间爆发，随后猛然朝厉刑天脑袋轰去。筷子和手掌迅速相击，结局却出乎所有人预料。厉刑天手中的筷子竟猛然击穿对方的手掌，直直继续朝领队师兄脑袋攻去。眼看就要得手之时，一道锐利凶狠的金丹气息突然爆发。厉刑天侧目望去，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神色漠然地看向自己。清风宗的2长老，金丹中期修为要哉！脑海中这个念头刚刚提起，那股庞大的灵力已经袭来，猛然轰击到厉刑天身上，一击得手。厉刑天只觉5脏6腑都被这一击击碎。2长老见状，这才站起身来，叛逃宗门，又袭击宗门弟子。按清风宗规矩，你该点天灯。厉刑天已经没有挣扎空间，体内微薄的灵力早就被击得分散，脑海之中再次回想起我的话，自己终究是太过得意忘形。前辈那句收徒或许不过也只是想救自己一命罢了，毕竟能看穿时间洪流的大能，又怎么不能推算到自己这一步呢？正当厉刑天绝望之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忽然传来：“停手，给在下一个面子可好？”2长老目光迅速望向开口的我，在感觉不到这位年轻人的修为后，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这位道友是？我微微摇头，拿起一旁的筷子，轻轻往前一伸，一股玄而又玄的剑气猛然从筷子上疯狂涌起，这是神通。2长老压住心中压抑，态度迅速温和起来：“此人是我清风宗叛徒，道友于情于理，你不该拦我才是。”我叹了口气，我也不想以势压人，不过此人与我有些机缘，能否饶他一命？我能做出赔偿。2长老沉思片刻后摇了摇头，就如此饶过他。我清风宗在外可一点威信力都没了，饶过我？瘫软在地的厉刑天大笑出声：“自我进你清风宗后，你们可曾把我当作弟子看待？入门3年，挖了3年灵矿，当年从我村子一同招募的弟子一共17人，活的就只剩下我一个。”2长老心头一跳，连忙开口：“打乱叛徒，居然还敢造谣我清风宗！”可我闻言却冷笑一声，原来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就说有重情重义词条的厉刑天，怎么会叛逃宗门？想到这，我连忙用词条面板看向老者，上官红金丹中期修为，垂垂老矣，心魔缠身。看见词条的瞬间，我信心猛然大增，原来是个病秧子。我冷笑一声，我以为清风宗是什么名门正派，这样看来不过是吸人血的虫子罢了。现在你这条老狗，要么夹着尾巴滚回去，要么今天就把你狗头拧下来当球踢。言罢，缠绕筷子的剑气玲珑猛然咆哮，大有一言不合就猛然袭去的架势。2长老此刻哪里真的敢打？哪怕先不提面前的人是什么修为，就是这一手神通亮相对面，哪怕就是个金丹初期的毛头小子，自己也够呛。打得2长老神色不变，但已经在仔细想怎么说话才不算丢分了。而就在这时，一道讨好的声音传来：“2位道友千万别打我！”临时扫去，是一位穿着玄武国镇妖司司长服饰的中年男子，修为在筑基中期。2位前辈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2长老闻言心中瞬间一松，既然这位司长说了，那我清风宗就给你个面子。而我也没有多言，只是抬手抓住瘫软在地的厉刑天，
就化作一道红光，离二人很快回到了破庙内。厉刑天强忍疼痛开口：“多谢前辈出手搭救。”我闻言有些尴尬：“这个呀，你先谢我大徒弟吧。”看着厉刑天困惑的目光，我却并没有回答。自己能在关键时刻展露神通，还是得多靠自己的。大徒弟不愧是带有金色天才词条的高徒，居然短短一会儿就初步掌握了神通，自己也在关键时刻收到系统同步的奖励，要不然恐怕不会那么轻易下清风宗的长老。思索间，我用自身灵力感应了一圈，厉刑天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此刻他的经脉已经千疮百孔，不过看向他的表情，却发现没有任何痛苦，神色小子挺能扛啊！我夸赞一声，随后目光看向李英灵徒弟，起锅炼丹。很快，一股草药的臭味开始弥漫起来。李英灵看着这一枚比之前那个颜色更加逆天的药水，心中顿觉宽慰，原来师傅之前不是整我。此刻强忍疼痛的厉刑天也撑起身子，当他看见了被灵力包裹的深绿色的水滴时，一股不好的念头缓缓升起，该不会这是拿来吞服的吧？果然，下一刻，我便操控着药水来到厉刑天的嘴边，张嘴，我炼丹水准尚可，吞下这个保你平安无事。面对疼痛也能面不改色的厉刑天终于变了脸色，这哪里像个丹啊，也没听过谁家炼药用锅炼的呀。真正的汉子可以面对流血，但不能面对沾了屎的扫把。可是看见我信誓旦旦的神色，厉刑天不忍拒绝，闭上眼睛猛地张开了嘴，死就死吧。果然，这药水的味道没白瞎这颜色，一股腐烂的气息，带着令人骇然的苦味，从舌尖直接绽放到心灵。厉刑天的表情愈发狰狞起来。不过让他感到诧异的是，随着食管剧烈的排斥感和灼烧感传来时，这股药液之中蕴含的成分开始缓缓滋补。经夜色破庙篝火前，我将烤好的兔头直接分配给今天最大的功臣李英灵，再将半只兔子分配给了厉刑天。他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大碍。那药液除了不太好喝以外，效果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可看着面前盘子中的半只色香味俱全的兔子，厉刑天却没有动手。不是他不饿，而是这只兔子他没理由吃。吃吧。我看着沉默的厉刑天，悠悠开口。这兔子又没卖身契。厉刑今天自然听懂了我的话里有话。不是的，只是前辈的救命之恩在下还未报答。我看着极力解释的厉刑天，表面上笑着点头答应，然而在桌子下方却用手朝着李英灵疯狂地打着手势。爱徒速来助攻。李英灵见状顿时明白过来，他放下手中的兔头，语气逐渐冰冷。你现在一穷二白，不说你的命是我师父救的，就连你最为依靠的机缘都是我师父让给你的。你总觉得我们打算忽悠你，可你扪心自问，你也配？我师父愿意给你机会是你的荣幸，我不懂师父看上了你什么，但就我个人觉得，以你的资质不配进我们宗门。厉刑天无奈地摇摇头，其实并非是在下不识好歹，只不过在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法长久待在宗门。听着厉刑天真诚的解释，我很是赞同的点了点头。我们宗门不同，只要心系宗门，天涯海角都可去也。闻言，厉刑天这才动了筷子，徒弟就徒弟吧，有恩必报也算他的准则。如今或许拜师才是重生之后的真机缘呢。要还是个垃圾宗门，大不了就找机会再跑一次。收徒成功发放配套功法混元魔骨炼体神诀，请配合天魔道体使用，完成收徒任务，奖励聚灵阵法。看到系统的结算页面，我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李英灵看着一脸呆样的厉刑天，不知道师父看上了哪一点，也许真的是这个宗门太缺人了吧。不过他头一回当师姐，心中还是颇为激动。想到这，他目光悠然的朝我看来，却发现我竟满脸愁容，这是怎么回事？收到徒弟了，不应该高兴吗？观察到这一幕的不只是李英灵，厉刑天也注意到了。师父，你没事吧？听见这话的我知道刚刚的表情被发觉，连忙摇了摇头。我刚刚只是在研究你师弟的修行功法。厉刑天闻言连忙摆摆手，师父，我有自己的修行功法，我没有多说，只是将系统的混元魔骨炼体神诀丢给对方，你先看看这本功法如何，如果你觉得不行，再修你自己的也可以。听见不是强制要求，厉刑天内心松了口气。可当他伸手接过这本隐约散发着鲜血气息的书籍时，却心精神一震，紧接着便开始一目十行的迅速扫过，不看不知道，越看越心惊。李英灵看见他吃惊的眼神，随即就用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宽慰道：师弟修仙功法吗？改很多版是正常的，自己有些模糊不清也是正常的，放心大胆练。然而厉刑天闻言却不可置信地看向李英灵，师姐，我们宗门是邪修。李英灵闻言刚想反驳，就见对方将手中那本功法递了过来，带着疑惑，李英灵连翻了几页之后，竟直接将这本书塞还给了厉刑天。阿达，哪家修炼功法这么血腥的？师姐困了先去睡了，你自己找个地方躺着休息吧。李英灵连吃一半的兔头都没继续啃，连忙走到自己床铺面前躺了下去。听到二人的对话，我有些无奈，那本书不是邪修功法。厉刑天闻言又低头看了一眼书中内容，修炼筑基70，先杀1000血石，拆解肢体，熔炼根骨。师傅，你对邪修的定义是不是有点太低了？血石又不代表着非得是人，找几只未开灵智的妖兽凑数就行。厉刑天闻言又看向了手中的书册，如果是师傅说的正确，这本功法的威力远比他上一世修炼的功法要强，而且非常适配自己，融合千年古玉之后的天魔道体力。刑天的烦恼消失了，但我的并没有刚刚的愁容，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系统奖励的聚灵法阵只是图纸，并不是提取之后想放哪就放哪，不但材料临时给自己准备，就连建造都得自己动手，这不坑爹吗？我哪里有钱有临时建这玩意？清晨，我拿着系统图纸仔细比对，然后插下一根树枝作为标记，打算先在十里坡建上一个聚灵阵法，毕竟这里不是灵气汇聚之地，也无灵脉走向。以前李英灵修炼的时候，我都是拿临时粗略建个法阵供他修炼，
可现在多了个厉刑天这种败家行为，自然得停下。思索间，我又找准范围插下一根树枝，只听轰的一声，远处的泥土飞扬而起。我没好气挥手将风浪轰走，目光看向手持木剑努力轰着大坑的李英灵。不是有你这样挖坑的吗？李英灵十分不解，不这样挖怎么挖？等下埋下阵基，后面泥土还得回填。你这样轰的到处都是，拿什么回填？拿你的小脑袋吗？听到师傅的话里，英灵默默看了一眼四周飞散而去的泥土，但他还是略显委屈道：可是不这么挖就得挖好久。我闻言无奈的摇了摇头，又没让你一天就挖完，只是你修炼完有空就挖一挖，回头等你师弟炼化完那个破石头，你就带他一起玩。李英灵轻轻点了点头，便操控起木剑开始挖坑。做完这一切后，我慢悠悠的躺回了自己的床板之上。现在就等厉刑天炼化完毕之后，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赚灵石的好路子。聚灵阵法缺少的材料需要用灵石购买。作为重生者，他肯定知道一些能赚钱的路子，或者没被掘开的大门陵墓。几个时辰很快过去，厉刑天已经顺利的将千年古玉炼化，重新感受到体内经脉流转自如。他缓缓站起身，随后就看见自己师父热切的眼神，这一幕顿时让他心里有些不安。师父，怎么了？我脸上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徒弟啊，你上辈子应该有不少奇遇吧？我们附近可有什么秘境，亦或者天才地宝之类的？厉刑天听见这话，大大的松了口气。我们附近的秘境早就被附近大小宗门清理的干干净净，至于奇遇，还得是到中州之后才能遇见，毕竟那边才是天下灵脉汇聚之地，那就没有一点能赚灵石的地方。我打算建个聚灵阵法，缺点灵石，买点材料。厉刑天闻言微微思索了会，如果师父信我，清风中的矿场上能捞到不少灵石，我在那里挖过3年灵石，知晓矿场如何运作，里面只有一位金丹坐镇，妖师傅有把握，或许有利可图。我闻言没有着急答应，只是目光看了看厉刑天，觉察师父目光。厉刑天拱手道：我绝无有替自己报仇的意思。然而我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愣在了原地。那我们这回不是为了灵石，而是为了替你报仇，顺便赚点零花钱。厉刑天闻言有些呆愣的看向自己的师父，可我并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你先说说矿场位置在哪里，为师先去探探点。厉刑天懵逼的拿起一根树枝，在地板上画起了地图，从北西山脉往北，大概就在这附近。我点了点头，随后拿出3枚符纸交给了厉刑天，这里一个是能抵挡金丹期修士轰击，另外2个是千里传送符，遇见问题别听你师姐的，带上它跑就完了。按照厉刑天指的方位，就算是自己来回也得2天，稍稍放心。下午便土遁离去。看见师父离去，厉刑天深吸了一口气，拿出那本混元魔骨炼体神诀。既然师父如此信任，那这本功法修再说。别说这一练感觉就不同，厉刑天能察觉自身体内的道体被完整激发，这一本修行功法似乎完美的契合了自身。师父给的果然是好东西。转眼间已经是天黑，师姐也早已回来，坐在了火堆旁。李英灵察觉到厉刑天结束修炼，师父呢？去哪了？厉刑天没有隐瞒，将一切告诉了师姐。得到答案的李英灵情绪似乎有些低落，但也没再说些什么，只是提起一旁今天抓到的野鸡。师弟，你还未筑基，不能辟谷，想必你饿了吧？厉刑天懵逼的点点头，有点。那你来把这只野鸡煮了吧。他哪里懂煮饭，刚想拒绝时，又想起师父嘱托自己的话，英灵年纪尚小，你得多多照顾。叹了口气，他还是接过野鸡开始烹煮。半个时辰后，一阵咆哮声从破庙内传出。师弟，你煮的是什么玩意？你想谋害师姐吗？今天是师父离开破庙的第一天。厉刑天迈步走出破庙，目光看向不远处的李英莲。此刻他正手持木剑，不断操控神通轰击一棵大树，树木顺着剑气流动，果断倒下。不得不说，师姐的上进心还是非常足的。建房子伐木时也在修炼神通，而且看上去进步斐然。这等天资的话，师父从中州来也应该是真的。也不知道师父为何那么穷，难不成师父是从中州某宗门和自己一样偷跑出来的？虽然这辈子的厉刑天已经不太信任女人，看着面前师父交代过的小师姐，他还是露出一个略显艰难的笑容。师父离开的第一天，李英灵起了个大早，今天目标是将建造小屋的木材收集整齐，毕竟和2个男人在一个屋檐下，作为大家闺秀出身的他还是不太能接受。说实话，他和师父相处的时候，并非感觉那位面容年轻的俊秀男子是自己的师父，反而更像是至交好友。脑海中闪过许多念头，李英灵还是一击将面前的树木击倒。最近的神通的掌握也开始越发得心应手。察觉身后有目光传来，李英灵回过身去，看见的便是自己的便宜师弟。虽然不懂师父的收徒原因，但他还是十分尊重师父的决定。不过当这个便宜师弟对自己露出略显呆傻的笑容时，李英灵还是非常想告诉师父，下回收徒的时候能否做一个简单的智商检测。看着厉刑天的痴呆笑容，李英灵微微皱眉。在凡俗之时，自己也是被称为才女的，实在是没接触过低智商人群，也不知道如何和智商不够的师弟正确相处。尤其是他修炼了也蛮多天，居然仍然在练，气死自曾左右徘徊。作为师姐，既然师父不在，那自己也该好好督促一下才是。李英灵拍了拍自己身旁倒地的大树，你用灵力仔细操控，将这树木弄成木板，这对于你提升灵力把控性有极大的提升。厉刑天有些无语，苦力就苦力呗，还拿什么操控性当借口？但我的身影却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好好照顾你的师姐。想到这，他只好无奈的点点头，是师姐。得到厉刑天的回答，李英灵也没有停留，迅速化作一道红光远去。厉刑天修的功法他也看过，需要不少妖兽的血石，作为师姐自然得帮一下小师弟。他替自
自己建房子，那么自己便替他弄点血食。不过师傅，你可快点回来吧，师地主的饭是真不能吃啊！他连鸡的洗澡水都喝得津津有味。与此同时的清风矿场，我小心绕开正门，修士巡查的地方，缓缓观测下面矿场情况。除了3个筑基期弟子，剩下的都是时不时从矿洞内出来的炼器修士。我的目光扫过，迅速锁定了一个仓库模样的建筑，占地很大，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护卫组。厉刑天所说的金丹修士恐怕就坐镇其中。我从空间戒指中拿出纸笔，迅速对照着路线和建筑，大概画起了草图。拿着草图再回去和厉刑天仔细商量，看看具体什么情况。然而，正当我将草图画完，塞回空间戒指上，有一人忽然踏入了自己警惕的神识范围之内。一柄长剑猛然浮现在我手中，神识迅速扫描而过，却发现踏入自己神识之中的只是一个没有丝毫修为的凡人。什么情况？我隐蔽自身气息，小心翼翼地朝来人方向探了过去，很快就看见了探入神识之内的人，是一个身材矮小、身材十分枯瘦、穿着破旧麻衣的小姑娘，脸上脏兮兮的，但眼睛却十分有神。姑娘脸上脏兮兮的，但眼睛却十分有神。我看着她不断朝一个方向艰难行走，随后又不自觉地绕了一圈回到原点，这是陷入迷阵了。要知道清风矿场的周围是布置了一圈迷阵的。想到这，我立刻用系统看向她的属性面板。宁芊芊坚毅不拔，重情重义，不满足收徒条件，看来大概率是从矿场中逃跑。微微思索，我还是决定先带着她离开再说，指不定还能掏出一些有用信息。半晌后，被绑在树上的宁芊芊对着我痛哭流涕，等大仙上仙，我真的只是迷路了。说着，宁芊芊还偷偷抬眼看着绑了自己的人。此刻她正戴着一副恶鬼面具，一双眼眸十分冰冷地望着自己。果然清风宗不对劲，阿爸肯定被清风宗那群仙人给骗了。我则是十分无语地看着宁芊芊，要是愿意，自己也不想把她绑在树上。实在是这丫头太不配合，吐口水撒泼打滚装疯子，要不是自己戳破她，此刻估计还在装痴呆。别哭了，我不是清风宗的。宁芊芊依旧嚎啕。大仙，什么清风宗我不知道啊，我真的是迷路的人。我没有继续说话，而是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块大饼，随后在宁芊芊惊恐的目光下塞进她的嘴里。当酥软的面饼泄入嘴的时候，饿了好几天的宁芊芊随即放弃了挣扎。阿爸，担子不争气，没救回你还要先死了。看着疯狂啃食大饼的宁芊芊，我默默将绳子收回，同时拿出水壶递给了宁担子一张。大饼顺着水很快就吃完，随后宁芊芊又眼巴巴地望了过来。我无奈地叹了口气，你来这里到底是做什么？你是逃离矿场的人吗？宁芊芊怯怯看了一眼面前的面具男，我真是迷路的。我闻言没再继续询问，而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些碎银子和大饼。你不愿说，我也不多问，你往这直走，那边有个最近的小。宁芊芊诧异地看着被强塞进怀里的东西，忍不住开口喊道：大仙等等。面对宁芊芊的呼喊，我微微侧手看向神色纠结的少女。宁芊芊面露纠结，随后还是小心翼翼地询问：大仙，你是哪一家宗门的？我毫不犹豫地开口：中州万法仙门命。芊芊闻言顿时露出一副久仰大名的神情，但其实她作为凡人，从未踏入过修仙世界，哪里知道什么中州不中州？要不是她的阿爹交代要去的是清风宗，她作为山野农夫之家，也不会知道清风宗的名称。而且万法仙门和清风宗这2个名字谁强谁弱，一听不就很是明显。宁芊芊调节了这几天来的情绪，眼泪猛然就流了出来。大仙，我和阿爹住在宁家屯，阿妈身体不好走的早，全靠阿爹辛苦拉我长大。今年屯里遭了灾，2天吃不了一顿饭。这个时候清风宗的人来骗阿爹去修仙，说是只要修了仙，要什么有什么。阿爹就这样不要我了，还有好多阿哥都被一起骗走了。我无奈地叹了口气。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骗子？听见问话，宁芊芊连忙从自己破旧的衣服里拿出一个布团，这里面包裹的并非是什么珍贵的东西，而是一捧干燥的黄土。那群仙人走后没多久，他们留下的食物全都成了黄土。隔壁阿婶和牛子吃了这仙人给的白馒头，没有多久就被这黄土给撑死了。我没有回话，只是伸出手捏了捏面前的黄土。此刻这黄土还残留着一些还未散去的灵力，没想到清风宗居然连换命的粮食也不。面对宁芊芊期待的目光，我只觉得有些无奈。此刻的自己要是说从矿场里弄点零食，问题不大；倘若说要在金丹真人和清风宗的支援下捞人，其实并不容易。我叹了口气，目光真挚地看向面前瘦弱的小女孩。这山脉十分崎岖难行，还有不少断崖，也不知道面前的小女孩是面对了怎样的困难才能走到。看着面前的宁芊芊，我面色一肃，就你阿爹的事情现在急不得，我得先回去做好计划。你现在愿意跟我走吗？宁芊芊闻言微微吃，我能在这里等你吗？可话未说完，就被我抬手打断。你不傻，你该明白，你留下未必是对你阿爹好。宁芊芊微微沉默，随后点了点头。那如果你不想救我阿爹了，能把我重新带到这里吗？我点了点头，随后带着宁芊芊一路疯狂土遁，此刻也不考虑节省自身灵力，只想尽快赶回破庙之中。经过1日奔波，距离破庙也只有1次土遁距离。此刻的宁芊芊正倚靠在一棵大树下啃着饼，我则是在一旁闭目警惕。路上的时候，宁芊芊也会询问一些修仙界的事情。大仙清风宗在你们的世界真的是名门正派，在附近的宗门名声来说是这样的。我没有睁眼淡淡开口，他们也会接下官府的委托降妖除魔，而且他们做坏事也将消息隐蔽得很好，起码之前我也是没听说过的。这些道理宁芊芊倒也懂得，毕竟她只是见识少，不是人傻。不过听到这种回答，又想起阿爹走的时候的背影，他依旧有些为那大仙，你的宗门呢，也会做这种事吗？闻言我忍不住抬起眼来，要做这种事就不会心软把你带走了。一路上面对宁芊芊是10万个为什么，我还是颇有耐心的。反正等顺手把他爹救出来之后，自己估计也再也见不到这个丫头。听到回答的宁芊芊则是十分认可的点了点头，毕竟事实也是如此。不过他心中总有些不安的感觉。闲聊几句后，2人再次踏上了归途，大概在土遁了半个时辰，就差不多到了破庙附近。不过我并没有直接遁回去，而是在附近就拎着宁芊芊重回地面，因为在这附近有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扑面而来，我面色不太好看，莫非是他们遭难了？可传送护符却没有激发如此浓烈的血腥
腥气味，必然是一场狂战，不会是见面就秒杀。那么传送护符怎么说也应该能触发才是。宁芊芊没有修为，感知不到前面的血腥气息，但也小心翼翼地抬眸看了一眼我。我的神识迅速朝破庙方向疯狂探寻，很快就探寻到破庙里两道熟悉的气息，甚至他们还活蹦乱跳。那这股血腥气息是怎么回事？厉刑天都是重生过的人了，怎么还会跟李英灵一起瞎胡闹？接下来的路程已经很近了，我没有选择继续土遁，而是操控灵气带着宁芊芊开始飞。第一次体验飞行感觉的宁芊芊不由得有些激动。不过当看见破庙踪影，而且大仙还是直朝破庙飞去的时候，宁芊芊就彻底笑不出来了。那破庙看起来有些年久失修，看上去有些阴气森森。真正让他感到害怕的是，破庙外堆满了血肉白骨。宁芊芊咽了口唾沫：“大仙，你这是打算降妖除魔？”不过我的回答则是差点让宁芊芊背过气去。什么降妖除魔？我们到了什么狗屁正大光明的宗门？哪家正道领袖住的地方？全场是骸骨，甚至血腥味都还没散去。宁芊芊只觉又被骗了。这群修仙的没一个是好人，我也没心思惦记身旁姑娘惨白的脸色，因为我此时也有些生气。出去的时候还青山绿水，空气清净，一回家跟魔窟一样。破庙门口，我将沉默不语的宁芊芊放下后大声喝道：“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做什么？”李英灵闻声率先从破庙里冲出，一脸激动的就朝自家师傅拥抱了过来：“师傅，你可算回来了！”然而还没等我质问，厉刑天也满身血迹的从破庙内走出：“师傅，你可算回来了！”推开怀中的李英灵，我指向一旁动物头颅造成的景观：“这是怎么回事？”李英灵目光扫过，自是明白师傅生气什么，随即率先开口甩锅道：“这都是师弟修炼造成的。”站在一旁瑟瑟发抖，还怀揣着一丝希望的宁芊芊听见这话，随即就死了心。虽然不懂修仙界，但是哪个名门正派也不该会有这么血腥的修炼方式吧？我目光转向浑身鲜血的厉刑天，眼神中带着严厉的质问。面对师傅的眼神质问，厉刑天默默将目光看向自己师姐。对于师姐的推锅也是欲言又止，动物大部分都是师姐抓的，而且造成现在这个情况，理论上师姐的责任更大一些。毕竟最开始厉刑天还是打算找个远一点的地方，挖个坑把这些骸骨埋了的。但实际情况也如同师姐说的一样，这些情况的源头也确实是自己修炼造成的，所以厉刑天只能低头认错道歉。师傅最近修炼有些上头了，我这就先处理。而一旁的李英灵则是将目光注视在师傅身旁，瘦小的宁芊芊只觉得他又瘦又小，脸色还十分的苍白，这看起来怎么还不如二师弟？师傅，你这是新收的弟子？不是，是青宗宗干的好事。我叹了口气，随后抬手示意宁芊芊先跟随自己前往破庙之内。宁芊芊闻言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跟随着走进破庙。师傅那边情况如何？李英灵一边说一边递来一杯茶。我闻言微微摇头，将宁芊芊的事情简单的交代了几句，再将自己矿场的见闻也说了一遍。李英灵听完事情始末之后，冷静的点了点头。作为门阀贵女，这类吃人不吐骨头的事情，她从小也听说过不少，甚至自己家估计这种事也干过。她用同情的目光看向低头沉默的宁芊芊，你放心，我们都会尽力帮助你的。半晌后，处理完外面的厉刑天，回到了屋内。我也没多话，只是拿出自己绘制的矿场地形图，递给了厉刑天。如果打算在矿场救人的话，难度大吗？厉刑天目光扫过地形图，如果师傅是化神修为，一点不难。然而我闻言却陷入了沉默。厉刑天见此轻咳一声，原因的话，速战速决也是可以的。可我却再次摇了摇头，为师现在只能动用无暇金丹水平的实力。厉刑天闻言，将手中的地形图重新卷。好，那既然这样，只要计划得当，应该也不算特别的难。几人商谈，半晌后，厉刑天连忙开始修炼。根据计划，他需要尽快突破到筑基期。此刻厉刑天的修为在练气8层，估摸还得要个2天的时间。而我的修为是无暇金丹中期，等厉刑天筑基之后，应该就能到金丹后期。另外，清风中的情报自然也是收集了一些。宗门内有一位太上长老的修为是元婴期，这位太上长老不一定会来，但好歹在这个世界混了几年，我也明白的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切肯定都会向最倒霉的情况倾斜。不过提起倒霉，我的目光看向喝鸡汤的李英灵，自己这个大徒弟可是有强运这个词条，但和他也待了不少时间，没觉得他哪里运气好，也没看见他走路能捡到什么上古宝物之类的好东西。察觉到师傅注视的目光，李英灵放下碗，用疑惑的目光看向我：“英灵啊，你觉得你运气怎么样？”李英灵微微歪头回忆了：“运气怎么样？”李英灵微微歪头回忆了：“还行吧，反正此刻左右也无事。”试试自家徒弟口中的还行是什么水准？我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2个头钟。说起运气的话，没有什么比这玩意更加的直观了。我将手中的头钟递给了李英灵，玩会比大小，我不太会输了，应该没有惩罚吧？李英灵随手摇着头钟，警惕的询问。我听后拿出一根没烧干净的柴火，输了话一道。李英灵闻言眼睛一亮，毕竟还算是小姑娘阶段，自然对这种活动有着十分的兴趣。但随着游戏进行10分钟后，我却是一脸的黑线。只见满脸漆黑的李英灵神色呆滞的坐在了椅子上，似乎在思考人生。因为整整10分钟左右，她一把也没赢，哪怕使劲摇到3个6，师傅随便晃一晃也能跟到3个6。我脸上一道痕迹都没有，此刻也十分疑惑的看着李英灵。莫非李英灵的强运词条是假的，还是说自己的运气碾压李英灵？不过回想起刚来这个世界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很快就把脑海之中的想法摒弃。那个时候自己压根就是喝口凉水都塞牙的倒霉程度。经过几天的加强修炼，厉刑天也终于到了突破筑基期的时候。我略有不舍的将自己剩余的所有灵石拿了出来，替厉刑天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巨灵，来提供足够的灵气，顺利突破到筑基境。不过即将突破筑基期的厉刑天神色就不是那么好了，他面色沉重的看向李英灵，以及那一口开始沸腾的锅。他深吸一口气，看向我：“师傅，其实那些丹药不吃，我也有把握。良药苦口。”我将最后一块灵石摆放到位，随着安放完成，数十块灵石开始发出光亮。这次你放心，我已经研究过加入什么调味剂，能让丹药入口美味无比。师傅，你确定你说的是丹药，不是师姐啃剩的鸡腿？你不相信我的炼丹技术，也不能怀疑我的厨艺。回想起师
师傅的厨艺。厉刑天还是觉得这话有点说服力，于是目光望向师傅，期待他能说到做到。随着绿水咕噜咕噜冒起气泡的时候，厉刑天只觉自己的脸似乎也同这水一样开始绿了起来。不过等丹药即将萃取浓缩完成时，我迅速从空间介质之中取出蜂蜜以及煮熟过的面粉，再混合上一些奇怪的调味料，很快不多的药液就被面粉吸收，一颗绿不拉几的丹药就浮现在我的手上。我志得意满地将丹药递给了厉刑天，面对师傅鼓励的眼神，他心一横，果断吞入腹中，同时余光瞥见自家师姐审视的目光。至于入口的味道，厉刑天表示，那果然炼丹和厨艺一点共同之处都没有，尤其是加入了面粉这个逆天之物，这面粉它居然卡嗓子，虽然味道恐怖，但药效起效得非常快。厉刑天迅速进入修炼状态，吸纳灵石之中的灵气，看样子这一次的试验品效果并不太好，是味道不够掩盖吗？我微微思索，随后目光看向了一旁神色庆幸的李英灵。李英灵连忙摇头，表示师傅，以后这种好东西都让师弟先试试吧。逆刑天的突破还算顺利，等待灵石不再闪烁耀眼的光芒，他原本外露的灵气瞬间凝视于体内。师傅，计划可以开始了。清风宗灵矿场周围，师徒二人静静蛰伏下来。李英灵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下方情况，同时目光紧紧盯着自己的二师弟。师傅，二师弟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理论上你比他更危险。闻言，李英灵略显疑惑地看向我，而我这么说自然有理由。能抵御金丹期攻击的护符还在厉刑天身上，还有2张传送符。此刻厉刑天正伪装成矿工混入了矿场，正如同他推测那般，那群清风宗的弟子压根不会管那些矿工多了或者少了。现在他正推着车，目光扫过路过的所有人，寻找宁芊芊的父亲。宁芊芊毫无修为，带着没意义，所以参与这个行动的只有师徒3人。其中厉刑天作为观测者对矿场进行仔细观察，同时找到宁芊芊的父亲。我作为攻坚者，到时候会直击金丹镇守的灵石仓库，同时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来为自己的徒弟撤退做好掩护。李英灵则是补位，如果有特殊情况，则是会上场兜底。如果一切都非常顺利，厉刑天还布置了终极计划，弄碎这个该死的矿场，释放里面的所有人。总之，目前来说，所有的计划都得等到厉刑天发布消息。他目光迅速扫视过外面的矿工，却并没有发现宁芊芊的父亲，大概率应该就在矿洞里挖矿，得找机会混进去。想到这，他目光微微一瞥，悄悄对着师傅方向打了一个手势，微微等待。一声锐利的剑鸣声从远处响起，3位在一旁闲聊的清风宗弟子猛然望向剑鸣响起的地方，有2位迅速起身朝着那里奔去，剩余1位则是拉响了在矿场中央的巨大响，当当当的铃声迅速传播而来，不少矿工纷纷停下动作，麻木的脸上露出些许惶恐。同时，矿井之内也有1名清风宗弟子狂奔而出，身后则是跟着跑出了不少矿工。厉刑天目光迅速扫过奔出的人群，很快就发现了宁芊芊的父亲。此刻的他几乎已经瘦得脱了相，要不是有炼气修行在身，恐怕早就没命了。厉刑天随后微微侧目看向仓木，在等待里面的金丹真人是否会露面，这位才是决定计划能做到什么程度的关键人。1刻钟后，前去探寻的2名清风宗弟子一同归来，解除了警报安全。厉刑天迅速混入矿工人群，在清风宗弟子的安排下，开始往矿洞里走去。然而预测之中的金丹并没有现身，我现在就回宗门禀报掌门和长老，你们小心警惕。一位年龄偏大的清风宗弟子主持大局，最近是要紧的关头，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矿场的正常运行。大家都上点心。说话的同时，另一边的厉刑天则是迅速靠近宁芊芊的父亲，将宁芊芊带着的所谓信物塞进了他的手中。略显漆黑的矿井之中，宁坤目光锁定了厉刑天，同时紧紧握住了手中类似麻布手感的布匹。厉刑天没去看他，只是低声一句芊芊。宁坤眼前一亮，随后神色又是巨变。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就被厉刑天抬手打断。等会，无论如何跟紧我，你们在做什么都快点。负责监督的清风宗弟子在一旁迅速催促大河进度，完不成你们连觉都睡不了。厉刑天没有再理宁坤，而是迅速拿起丢落一旁的稿子就往前走去。然而还没走2步，就被墙边的淡黄色烛火吸引了注意。他看着那烛火，心中一股极其不善的感觉瞬间蔓延心头。这矿场怎么有点不对劲？上辈子挖的时候也没有这种情形。想到这，他迅速握住师傅递给的千里传送符，小心翼翼地跟随人群迈入拐角。随后映入眼帘的并非是等待挖掘矿洞，而是极其诡异惊恐的一幕。面前的并非是等待开采的狭窄矿脉，而是开阔的仪式场地。几颗诡异的头颅高挂在最高处的祭祀台上，还有6名身着黑袍的人盘坐在6个方位，正在吸纳四周血池的血迹。逆刑天瞳孔震惊，目光望向四周的人，却发现所有人似乎都没有任何异常。他们此刻好像还自以为在拥挤的矿道中，这是大范围的幻境。筑基期能免疫这种幻术，还是什么东西能使自己抵御这种环境？逆刑天压下逆刑天压下心中不安，选择暂时依旧跟随人群，得先弄懂清风宗到底在做什么计划。很可能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将要被全部推翻。厉刑天跟随人群缓缓走过路中央的祭台，穿过祭台再往里面深入，就是正常的矿场。所有人都手握开采工具，准备开采矿场。目前来看还是真矿场，但是那个祭祀仪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疑惑，当第一个手持镐子开挖的矿工动手时，厉刑天就瞬间恍然大悟。随着每一次挖矿，都有股淡淡暗红色的能量从矿工的天灵盖上悠悠飘起，随后向血池涌去。里面所有的矿工都是同样一缕缕的暗红色能量逐渐汇聚，也是一股不能小觑的能量。厉刑天目光紧紧盯着一个矿工，猛然发现这股暗红色的能量似乎是从灵根之中被榨出的，消耗的不单单是矿工的血肉和灵气，而是连修仙基础的灵根都在被磨损。难怪那群矿工看上去都如此骨瘦如柴。逆刑天不敢开挖，因为观察来看，提供的血气是根据灵根以及修为水准来决定多少。如果自己开挖导致自身修为和灵根被汲取，那么自己绝对不是一缕缕的暗红色能量，怎么样也得手臂粗细。那自己在这群人之中可就太显眼了，得想办法先出去通知师傅。
厉刑天能察觉那6位黑袍人的修为是筑基左右，如果师傅的神通确实靠谱，杀出去或许是个好主意。他筑基成功当日，师傅也给了一本非常契合自己的神通，而且还是品质极高的神通，仿佛早就准备好了，只等自己筑基一般。这让自以为看破师傅些许迷雾的他，又觉得师傅又变得迷雾重重，目光先扫，是确定好周遭之后，逆刑天还是那一套，先动手先爽，后动手遭殃。他猛然握紧手中的稿子，重新走向祭祀台上，这也顿时吸引了看守弟子的注意。你做什么？厉刑天脸上露出了些许胆怯。我想上厕所，最近攻7级，你拉兜里也得继续干活回去。然而话音未落，逆刑天忽然爆发，一刹那就出现在清风宗弟子面前，手中的刀子猛然化作大刀一般，朝对方的脑袋砍去。清风宗弟子反应不及，只能面露惊恐，之后被厉刑天一招爆头。可让厉刑天没想到的是，刚刚调动体内灵力的同时，自己似乎也隐约感知到了水石的能量。然而还没等他继续感知，6名黑袍人猛然起身，哪来的毛头小子来这里闹事？师傅，二师弟是不是进去太久了？李英灵不由有些担忧。自从厉刑天打完信号混入矿洞之后，就再无消息。再等等，我微微皱眉，拥有千里传送符的厉刑天，哪怕打不过也不应该有问题。得到回答的李英灵深深地叹了口气，但还是听从师傅的选择，稍微等待。不过10分钟后，随着矿洞之中响起剧烈的爆炸声，一股猛烈又邪气的灵力忽然从矿洞之中喷涌而出。这次不用等李英灵再说话，厉刑天预测的金丹长老已然从灵石仓库走出。此刻无论厉刑天里面情况如何，自己都必须先行拦住那一位金丹。我果断从空间戒指中拿起一柄银剑，上去之前将一枚传送符咒递给了李英灵。遇到危险果断时，然后就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师傅去找你。说话间，我重新拿出面具戴到脸上，化作红光而去，出手就毫不犹豫的先放大招。此刻最强手段便是李英灵入门的神通3000弱水剑，对准备回原矿洞的长老一剑挥。而那长老准备着急回原此处，计划已到关键时刻，更是清风宗要命之处。他已经捏碎了极地玉符，只要稍作拖延，清风中自有其他长老前来回原。面对我突兀起来的杀招，当他发现时，早已没有时间抵抗，只能压榨体内金丹，强撑起一道屏障。可那一剑犹如划破时空一般，竟无视对方的防御，刺入了他的心脏。只是一击，就连同心脏的半边身子被轰成血沫。我没有追击，目光紧紧盯着面前的长老。金丹不是原因，心脏被击碎，理当也活不下去才是。但这长老看上去却好像并无大碍，有点邪性。先用系统看看词条再说。墨尘金丹中期，后天魔躯，心魔入体，后天魔躯。我微微皱眉，这样看来，恐怕清风宗内还有内情。那长老站立而脸上露出些许庆幸，体内猛然爆发出黑红之色的灵力，迅速吞噬四周还未反应过来的炼气。2、3层矿工，随着矿工被一个个吸成人干，他的身体击成人干，他的身体竟渐渐的恢复如初。刚刚那一击直破体内金丹护体，此人的修为应该在自己之上。现在要做的便是拖延住时间，等待门内其他长老回原。想到这，墨尘连忙开口：“道友是否有所误会？这里是清风中的矿场。”我语气平安无波：“邪修宗门矿场替天行道，义不容辞。”得到回应的墨尘连忙松了口气，能够说2句话，拖延一下时间就行。这二傻子，哪怕金丹后期又如何？此刻宗门内的元婴老祖也会迅速赶来。墨尘连忙拱手：“我清风宗是南部儋州仙盟阁认证的正派修仙宗门，如何能说是邪修？”看见墨尘拱手，我心中一喜，果然反派死于话多，是什么脑子才会觉得自己会继续跟他废话？砍身子不太好用，那就砍脑子。想到这，我一个顺身来到墨尘面前，毫不犹豫的就对着脑袋劈下。然而这一剑竟还是落空了。墨尘猛然释放出暗红色血雾，将四周笼罩。道友才是邪修吧？偷袭出手！他愤怒的声音从血雾里透出。要不是留有防备，刚刚那一剑指不定真将他的头颅砍下。我没有回答，灵气猛然爆发，犹如洪水一般开始侵蚀所有血。墨尘知道不能再继续维持血雾状态，连忙将身躯重新凝实。然而就在此时，突发巨变，身后的矿洞之内，好几道血肉模糊的身影从中飞出。我侧目看去，只见厉刑天猩红的眼眸充斥着无尽杀意，周身更是被血腥无比的灵气附着。这是入魔了？怎么看上去这么邪门？而厉刑天看见自家师傅后，竟语气癫狂，又带着尊敬的呼喊道：“师傅！”墨尘也是目瞪口呆的看着厉刑天：“你们刚才是邪修吧？”面对长老的怒斥，我回应他的则是更猛烈的神通。现在二徒弟情况看上去不太妙，这副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没问题，如今速战速决才是正确方略。墨尘心中大骇，只觉得浑身的气机都被锁定。正当我即将灭杀对方时，厉刑天却忽然开口打断：“师傅，等等，先留他一条命。”微微迟疑后，我还是收了力道，没有将对方一击毙命。看见师傅留手后的厉刑天连忙松了口气，紧接着他一个闪身，手中血色灵气猛然摁住那长老的头颅。此时被按住的长老骇然发现，自身体内的血力竟然开始被那个筑基期的毛头小子疯狂汲取。筑基吸金丹这种事情闻所未闻，但是墨尘长老很清晰地感受到，那其实是一种来自修炼功法的压制。这小子修的邪修比他娘自己还邪。我看着自家徒弟如同邪修一般，不由皱眉道：“什么情况？”厉刑天只能微微侧过头看向自家师傅，这里有邪修诡异阵法，他们往日吸食那些矿工灵根血气来修炼邪功。我顿时有些无语，我问的是你这是什么情况？厉刑天闻言一愣，你这是什么情况？厉刑天闻言一愣，随后低头看见自身血气十足的灵气，才恍然大悟：我没事，只是师傅你的功法似乎能和那些血池交火。话说到这，厉刑天神色也有些不太正常，毕竟他也没听过谁家正派的修仙功法是可以和邪修阵法交火，而且现在自己修的功法优先度甚至高于那些邪修。不过此刻时间紧张，也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我连忙开口：你没事就行。对面驰援的人估计快来了，情况如何？矿洞里的筑基修士都被我全部灭杀。师傅，你去仓库拿完东西，我们就该撤了，这人我来解决。我微微点头后，身影直奔仓库。
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却让我愣了一下，眼前的灵石已经不是平常的淡蓝色，而是淡红色，散发着血腥气味。这群人作践什么不好，居然作践灵石？不过暂时顾不了那么多，只能一股脑的将面前的灵石通通塞进空间戒指之中。出去之后，厉刑天已经解决掉了墨尘，此刻的墨尘犹如干尸一般。厉刑天的修为则是到了筑基中期，按照计划成功后，需要准备最简易的传送法阵。简易到什么程度去哪不能确定，传送距离也不能确定。我从空间戒指之中丢给厉刑天几块血红色的灵石，好让这个阵法有灵力驱动。恰好此刻李英灵手上提着宁芊芊的父亲从矿洞走了出来，身后的矿洞内不少矿工也紧随其后。你们也看见了，留在这里必死无疑。厉刑天手上动作不停的，我画了一个传送阵法，这阵法能传送多远，传送到哪里都不确定，机会也就这一次，愿意的站入圈内。半晌后的矿场内，清风宗人即使紧赶慢赶，也终究慢了一步。以上官红为首的一众金丹长老赶到之时，矿场早已近乎人去楼空。事实证明，传送阵是真的非常不稳定。随着这群人神识一扫，就扫到有几位矿工此刻仍然在他们的神识范围之内。你们去追，这里我自己搜。上官红说完便迅速落地，这是他唯一能突破元婴的机缘。此刻他表面平静，内心却早已怒火滔天。其实不用真正踏入矿，当上官红用神识扫过矿洞，就明白这一切都没了。但他仍旧不死心的走了进去。原本满满当当的血石池子早已干涸，就连辛苦打造的阵法也被轰碎一角，只差一点，哪怕只是最劣等的下品元婴，他也能接受。上官红不知呆愣了多久，当其他4位长老重新抓回矿工，才将他唤醒。上官红猩红的眼眸猛然抬眼望去，直接将一位矿工射入手中，开始搜魂大法。随着将最后一名矿工搜魂完成，上官红猛然喷出一口鲜血。邪修能操控血石池水的顶级邪修，还有穿着面具的一男一女，其中那个男子修为起码是金丹，后期还有一手神通。想到这，上官红拿出画笔，迅速依照记忆，将矿工脑海里唯一露脸的厉刑天画了下来。但厉刑天混入矿场之时，早就做好人脸面皮隐蔽身份，新丹后期还有神通。其中一位长老微微皱眉道：如今元婴老祖正在闭关，清风宗更没有神通本领，即使找到了他们，也未必能够打赢。上官红猛然看向发言的长老，身上的杀意随之涌出，但良久之后，他还是缓缓开口：你说的对，但我们要做的事绝不能止步于此。此处阵基损毁不算严重，修复并不困难，至于那些血石抓，狠狠抓。现在起我们5位长老全都镇守这里，换来宗门弟子打造大阵，即使他们掌握神通，也要让他们有来无回。后续矿场发生的事情已和跑远的几人暂无关系。日夜兼程下，我带着弟子重新回到破庙之。宁芊芊听见动静连忙走出，看见厉刑天身后背着的一位男人，他连忙跪下朝我磕头：多谢大仙，多谢大仙。随着一声轻咳，宁坤缓缓睁开眼，当他看到自家女儿时，突然张大了嘴巴，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我挥手打断。我现在没空听你们父女俩继续煽情，我不指望你们能报答我什么，只要你们来日万一被清风宗抓了，别把我供出来便是。说话间，我拿出粮食以及一些银两，从这顺着东走便有人烟，有这些食物和水，足以支撑你们走到。宁芊芊自是懂我的意思，事情尘埃落定之后，恐怕清风中的报复就在其后。他对着面前几人磕了3个头，随后扶起一旁还没明白情况的父亲，转身离去。恩公放心，他是死，宁芊芊也绝不会多说一句。随着2人走远，我猛然回过头看向自家的徒弟，我们快搬家。对于自家师傅的命令，2人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一般。以前住在这里，无非是因为得罪了玄武国尚书，想在这里避避风头。现在是清风宗上有威胁，几人的东西并不多，不一会便背着包裹从破庙走出。师傅，这回我们去哪？我目光扫过自家的大小徒弟，此刻他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自己。我脸上终究难忍笑意，以前跑路都是自己一个人跑，现在好了，整个宗门一块跑。好，徒弟们，我们跑路了。几天后的渝州城，一位中年卖房的雅人打开了一栋4合院房子。公子，这处房子好。李英灵闻言目光打量一圈，这里自然比不上他家中的规模，但远远比破庙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起码干净整洁，也不用补漏风的门。我看见自家大弟子满意的神色，很果断的就掏出了22银子，先租半年，手续你自己办完再交给我便是。牙人闻言十分有眼力见的退下。师傅，你怎么会想来渝州城？李英灵好奇的询问。他原本以为师傅还会带着几人往某个山里去，自家大徒弟的问题还是非常有水准的，先来渝州城也是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好问题为师今晚好好跟你们说，现在看看缺什么，你们去街上买点，指不定还得在这里住一些日子。好嘞，师傅师弟快来，师傅师弟快来，咱们上街去。随着2人的脚步逐渐远离，我先将外面大门关上，随后微微朝几处隐秘位置设上阵法。做完一切，我的身影也猛然消散在了院子中央。要说渝州城哪里最好，自然是竹玉亭，那里的姑娘文雅格调，但哪怕砸下黄金千两，姑娘一句不见，就算是想隔着白纱瞧一眼都不行。而此刻，我便在竹玉亭某位小姐的闺房之中，对面的侍女正一边煮茶，一边气鼓鼓地看着我。我轻轻挺着口中的茶水微淡了，下次煮茶别小气，茶多放点都没味。侍女闻言差点背过气，都想把自己手中的茶壶砸在这个臭不要脸的人身上。这人知不知道这茶到底有多，就这么一点，也是自家小姐不舍得喝才留下的。平常自己能闻到这茶的香味都算过年了。想到这，她不由得冷哼一声：你不会喝就别喝。小林，不许无礼！清冷的女声从门外传来。小林闻言瞬间一个机灵，连忙老老实实的走到一旁站好。我抬眸看向门口，只见一位戴着面纱的女子缓缓走来，即使没有见到完全容貌，却也能看出面前的家人也必是美若天仙。她此刻怀中抱着一张纸，眼眸直勾勾的看着坐在椅子上的我。我见状微微一笑：好久不见，瑶琴姑娘，是好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不对，用你的话来说，你这种祸害是得1000年的，可没那么容易死。一旁恭敬站好的小林闻言瞬间忍不住笑出了声。不过随着瑶琴目光悠悠看
看去的时候，瞬间又憋住了，摇起心，挥手示意一旁的侍女：“你先出去吧。”小林闻言抬起头看向自家小姐，小姐总是会被这小子骗得团团转，要是自己走了，这一次指不定又得被他给骗了。但看着小姐坚定的眼神，他也只能叹息一声，退出门去。随着小林的离开，姚琴一边调弄琴弦一边开口：“这次找我来又有什么事？”我叹了口气，姚琴姑娘说话怎么如此生分，搞得我每次找你都是有事拜托一般。呵呵，生分从门口到现在，是谁一直叫自己姚琴姑娘的？姚琴依旧不抬头，只是语气更加冰冷道：“你哪次找我不是拜托帮忙的？”这话让我微微一愣，好像姚琴说的也没错，自己主动来找他都是有事拜托，这一次也是同样。微微思索后，我顿觉不行，这回得委婉一，免得下次有事在求人帮忙时连门都进不去。我抬眸看向姚琴，欲将心事付，姚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朱玉婷格调高就高，再花钱不一定行，但文采好有逼格就有概率性。另外，只要你长得足够帅，他八成能行。我依靠自身的风趣幽默，再借鉴上一世大佬的古诗词，随便抛出几首，就能轻松拿捏这群高傲的清官人。至少姚琴是这么一回事，虽然目前为止自己连他的手都没摸到。这一首结合姚琴名字的诗词，我颇有把握，面前的女人必然会感动不已。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迎接自己的不是姚琴略显害羞的声音，而是一道猛烈音波，略显刺耳的音波从耳边划过。我是你耳边划过，我是你间清醒了不少登徒子，莫非你以为见过我几次就能戏弄我不成？等等，我哪里登徒子了？我连你手都没摸过，这是不是太冤枉我了？姚琴闻言迅速将放在桌子上的手抽回，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看向我。我叹了口气，早知道就直接点了。想到这，我拿出一枚血气灵石放在桌上，姚琴目光随即紧紧盯着这枚灵石，瞧了两眼之后，她的神识迅速向我扫来。可让姚琴意外的是，她的神识这一次竟无法看透我。你惊呆了？我闻言微微一笑，是啊，有没有吓到你？我的资质姚琴并非不知道，如果真是个天骄，喝了自己那么多，清明早就明白这茶水不一般。这登徒子把清明当井水喝都没喝明白，资质自然说不上多好。上次见也才筑基巅峰，区区1年左右时间，此刻居然起码是金丹中。见状，姚琴低眉看向桌子上的血气灵石，一个不好的想法浮现在脑海中：你去休息休了。我听后连忙将清风宗矿场的遭遇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句。姚琴闻言轻轻握住灵石，神识探去，的确有凶煞血气蕴含其中。所以你这次是来找我解决清风宗的？我摇摇头，那倒不是，我只是想知道这灵石能否有净化的办法。姚琴目光狐疑，看去要一些时间，我也不能保证能不能解决，你过些时日再来找我问问吧。不用，我最近会在渝州城住一些时日，你到时候有结果直接找人给封信到这个住址即可。姚琴低头看了一眼那飘逸的行书，这是他第一次能准确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我。可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去时，姚琴羞涩的声音却忽然传来：等等，先把你刚刚说的词留下再走，等我回到自家宗门，修老院士大小徒弟还未购物回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也算安排清楚了，这是自己来渝州城最为主要的目的。根据我的推测，整个竹玉亭本身应该是和一个修仙门派挂钩。最初遇见姚琴时，他便是金丹修为，金丹修为在这偏僻之地都能称作老祖，在这竹玉亭却还是在弹琴，这种配置甚至大概率是中州门派的宗门。所以对于姚琴能否解决这件事，我还是蛮有信心。毕竟此刻空间戒指之中的灵石全是这种血气灵，这要是拿出去当钱花，妥妥要被正道人士当场做掉了。现在的自己看似十分富有，实际上却连一块能用的灵石都掏不出来。正当我思索之时，自家大徒弟的呼喊声忽然传来，只见他背着一个大包，满脸笑容地走进大门，身后跟着的厉刑天则是背了个比他自身还大2-3倍的巨型包裹。看着这一幕，我顿时有些疑惑，渝州城的物价这么便宜了，那么点银子你能买这么多东西？李英灵闻言骄傲地抬起头，放下身后的包裹后，给一旁的师弟挑了挑眉，示意自家师弟给师傅说一说自己的光辉战绩，这不是师姐买的。厉刑天脸上露出了些许感慨的神情，街边新来了个商贩，那边搞套圈，套中后随机抽取，想师姐把钱全在那个摊子抽了。我闻言顿时一愣，这是自家徒弟的强运起效果。然而当厉刑天打开那一个大包裹后，里面的东西却让人大失所望，除了3套被褥，剩下的东西毫无用处。波浪鼓、铜钱编织成的铜钱剑，甚至和尚敲着的木鱼都有一套。我一脸黑线的拿起一旁敲木鱼的木鱼锤，这是安慰奖。师傅，这木鱼可特殊。李英灵闻言连忙介绍道，根据那店家所说，这木鱼乃是得道高僧圆寂前将自身所修的所有功德都融入其中，可是了不得的宝贝。我听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知道那摊贩说的是真的？然而厉刑天接下来的话却是让我更加懵逼了。我们俩是亲眼看见那个高僧当场圆寂的。当场圆寂？对，那是个修苦禅的炼气期僧人。师姐抽中那木鱼后，他不顾师姐阻拦，当时就把修的功德全融进了那木鱼中，最后还委托师姐好好善用，还非得说师姐身怀大机缘，将来必定叱咤修仙界。经过一番折腾，3人很快就在我的卧室里集合，准备开个宗门全体会议。我拿出空间戒指中的血气灵石放在桌子上，那个矿场灵石全都被血气沾染成这模样了。这怎么了？李英灵拿起血气灵石左右瞧了瞧，好像也没啥问题吧。李英灵是修仙白痴，对他来说这灵石无非是换了个色罢了，他也能感觉到这灵石内的灵气含量没有减少。我闻言生动举例的，假设你在镇妖司大门口把这玩意拿出来，你能爬得出来？那都算那群废物吃的是软。不过我已经拜托人帮忙解决了，
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们老老实实修炼即可，等灵石问题解决，咱们再去找个好地方。厉刑天点头示意自己明白，但李英灵却有自己的小主意。他小嘴一嘟，目光哀求地看向我：“师傅，渝州城花灯节快到了，我长这么大都没参加过。”我对于这件事也是点头答应。自家大弟子的情况我也明白，童年过得并不算好。短暂的交谈后，这场会议已然接近尾声。安排好两人的修炼事宜，我便转头离去。至于自己做什么，那自然是光明正大的摸鱼了。几天后的一条大河边上，我瘫坐在椅子上，悠哉地钓着鱼，时不时就有一股精纯的灵气涌入体内，这是厉刑天修行后的反馈，完全实现自动化，修仙又得空军了。等到太阳略微西垂，我便打算收竿回家。这几日钓鱼是一条都没钓上来。正当我打算收竿，给这群不给面子的傻鱼来一点金丹真人的震撼时，手中收竿的手却猛然沉了起来。我目光一亮，终于靠钓鱼钓上鱼了。然而随着鱼竿跃出水面，一道巨大的身影也从水中飞出。妈的，不是鱼，是好大一具尸体！这肯定都怪李英灵，那个木鱼肯定是诅咒木鱼，回去就让他把那个破木鱼给烧了。最为晦气的便是钓上来的人，身穿的居然是镇妖司服饰。我神识扫过面前被自己钓上来的人，练气7层修为，而且居然还活着。无奈下，我只好用银针封住对方的穴位，之后连忙带着他朝不远处的渝州城走。渝州城门口自是有守卫看守，所以不等走进城门口，便有两人快跑赶来。其中一位看守明显处理过类似的事情，动作迅速的朝渝州城门口呼喊：“这边有镇妖司的人重伤昏迷，先派快马去镇妖司喊人来救。”说完便朝着我躬身一礼：“多谢兄弟帮忙，麻烦在这等会救了镇妖司的人，镇妖司都会给赏钱。”半晌后，一名看上去略显年幼的小姑娘带着药箱飞速跑来，大概也在练气6、7层左右的修为。小医师目光迅速锁定在了少年身上，那几根银针是你施的银针，要是没你这几针，这玩意估计都撑不到现在脸。说话间，他抓住时机清点穴位，试图将他体内的能量导出，但很快他就觉得十分不对劲，这股能量居然带着无尽的血气，顺着小医师的灵气缠绕起来。随着这股气息突破表皮，这熟悉的血气让我眉头瞬间一皱，这怎么和血气灵石内的血气几乎一样？小医师只觉这血气开始疯狂撕咬自己的灵体，同时迅速开始污染四周皮肉。眼看对方吃不消，我立刻牵住他的手臂，小心翼翼控制灵力输出。小医师目光多瞧了一眼，我本以为只是长得好看些，没想到这修为也非常不错，也至少该筑基了。半晌后，他摇了摇脑袋：“我还是带回去慢慢治吧，回头你要是有空，直接去镇妖司灵省去报我名字，我叫阿念。”处理完这个小插曲后，我回到了租的房子。李英灵侧目看见师傅回来，目光打量了2眼：“今天师傅没钓上鱼吗？”我叹了口气，将今天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李英灵听完经过后笑得四仰八叉，听见自家徒弟的调侃，我神色平静道：“为师觉得肯定是被那个木鱼坑了，速速把那木鱼拿出来烧了，平复为师心头之恨。”与此同时的镇妖司内，阿念面色沉重地看着被我钓上的少年：“麻烦了，这下是真麻烦了。麻烦的并不是躺在床上还在昏迷的少年，是此刻站在他身边的一位镇妖司的小队长。乖乖，这少年怎么会是这个女魔头的亲弟弟？你是说他很可能经脉俱废，成为一个废人？也不是废人，只是此刻阿念顿觉得是自己书读的少了，脑海之中愣是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词汇来美化一下这个概率成为废人的少年，起码完人还活着不是？阿念最终只能这样宽慰面前的镇妖司女魔头。赵婉清手不自觉地抚上腰间短刀：“这银针是你扎的？不是，不过你可别乱想那么多，没这几针，这玩意估计早就厌倦。”赵婉清轻轻点头，算是同意了阿念的说辞。随后她拔起腰间，短短轻轻挑开那经脉，少年体内的血气瞬间朝着新来的灵气涌去。赵婉清神情不变，吸那部分血气后，再次轻轻封住了伤口。她最后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弟弟，随后迅速转身走向了档案室。自家弟弟是被分配给了二队。赵婉清也没同镇妖司的人打过招呼，莫非是有人趁机报复自己？她迅速翻找着自家弟弟的出勤记录，很快就找到了这一次出任务的档案。调查王家庄人失踪案，仔细一看，就连老成员都生死不知，这明显是人祸，看来有必要自己查一查了。另一边的竹玉亭内，姚琴面前放着不少书籍，一颗暗红色的血气灵石也被他托起，他手捧着书细细阅读，同时试图逆转血气侵蚀灵石的过程，但很快灵石就猛然绽放光芒，摔落在地。看着这一幕的阿玲低声劝道：“小姐，休息会吧，你都好久没休息了，那个登徒子的事哪有那么重要？”姚琴抬起纤细白皙的玉手，轻轻揉了揉自己的额头：“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随着侍女走出房间后，姚琴闭目养了会神之后，再次托起灵石。这灵石对于他来说也并非简单就能解决，即使宗门之中有不少书籍可以参考。随着灵石再次落地，小玲的声音也适时从门外传来：“小姐，赵姑娘想见你。”姚琴抬眸看去，只见门口站着赵婉清的面色略显消沉，往日眉目间那股自信感消散许多。“我最近没空，有什么事？”说完就走。赵婉清往里走近2步，随后拱手：“我需要你帮我个忙。”姚琴闻言顿时摇了摇头，这群人一个个都把自己当什么了？有事都来找自己学，不会自己解决吗？赵婉清仿佛没看见摇头般，拿出一张带着弟弟身体中血气的符箓：“我需要你帮我查查这血气是神妖路子，这血气袭击了镇妖司的人，往后你有什么事我也绝不推脱。”听到血气2字，原本毫无兴趣的姚琴目光本能望向桌子上的符箓：“我知道了，有结果我会派人通知你。”说完，他低眉看向手中血红色的符箓，这里面蕴含的血气狂暴无，但本质上似乎和我给他的血气灵石大致相同。清风宗离渝州城其实还是颇远的，他们怎么可能会冒险将手伸到渝州城附近？除非他们是来追踪那个登徒子，但他又能悠闲地住在渝州城内，这说明他必有事情瞒着自己，或者他根本就是改修了邪修。想到这，姚琴握紧手中符箓，几个瞬身便来到了我的居住地。但随着紧闭的大门打开，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位清纯的少女。李英灵看到来人，神情顿时一愣：“你走错门了吧？”姚琴微微皱眉，看向
向面前的少女。楚星辰住着。李英灵看着面前面容姣好的大姐姐，也是一愣，这人是谁？直接报出自家师傅的名字，是之前师傅的相好还是仇人？更关键的便是自己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你找他做什么？李英灵试着兜个圈子询问，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到底住没住在这？李英灵脸上露出和善笑容，这名字我记不清楚，我弟弟记性好，他肯定知道楚星辰住不住在这，我去问问他。说着，李英灵连忙将门关上，找到师弟门口。英灵连忙将门关上，找到师弟门口有个女的找师傅，不知道什么事，你快去外面找师傅。说有个气质冷冰冰、长得很好看的女人找他，要是上门找茬的，回来给我报暗号，我就说师傅不住这。如果是师傅相好，你就让师傅赶紧回。厉刑天微微皱眉，这师姐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不过看着面前师姐认真的神色，他还是点了点头。此刻师傅大概率在勾栏听曲，自从师傅吊上尸体后，就决定换个方法锻炼心态。只是厉刑天不懂勾栏听曲能锻炼什么心态，听娘们唱戏有什么好的？想到这，他迅速朝师傅所说的勾栏而去。此时几名穿着暴露的女子正倚在勾栏门前，手中提着琵琶等乐器，轻轻吟唱些露骨的歌词。这勾栏单是看门口就知道十分的不正经。师傅糊涂啊，这种女人都是会骗人的。狐妹子厉刑天面色变冷，随便塞了点银子到小厮怀中，就走进了勾栏，目光扫过全场，几乎所有人都抱着勾栏女做着伤风败俗的事情。很快他目光就锁定在了最角落里的事。不过让厉刑天没想到的是，师傅居然没有跟那些凡夫俗子一样动手动脚，而是手拿茶杯在和一个女子交谈着什么。楚星辰轻品面前的茶，面前怀抱琵琶的勾栏女子面前满是敬仰的望着自己，他语气呢喃：公子真是大才远见之深，小女子甚是佩服。面前男子无论诗词歌赋还是天文地理，哪怕世道变迁，都有独特的见解和极高的水准。便宜的勾栏女子，例如门口卖唱的水准；便宜的勾栏女子，例如门口卖唱的勾引客人来的，那自然不用学什么，会唱曲会点乐器即可。无论哪行都分高低贵贱，自己从小便被当作头牌培养，从诗词歌赋到舞曲都有认真涉猎，就连一言一行都仔细学习过，眼界能力都远超常人，懂得欣赏才会欣赏。平常见过尽是些贪图美色的人，腹中毫无点墨，言语粗鄙，眼中的贪图之色溢于言表。可这位公子不同，一言一行尽显君子之风，而且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那双眼眸之中似有星辰闪烁。都说自己的工作是哄客人工作，但现在却感觉自己被他哄了一般。同面前俊秀男子交谈，只觉得如沐春风，这一反差感下，顿觉得面前的俊秀男子如同天上逍遥仙一般，不似凡人。楚星辰轻轻将茶放下，看着面前的女子眼泛桃花，便知道自己的功力还未退却。要想在修仙世界中混得好，花言巧语少不了之前修为不够，情商来凑。楚星辰脸上笑容如沐春风，过谦了。我同姑娘聊了几句，也深觉姑娘言谈举止尽是大家风范。正当姑娘还打算深入交流几句时，楚星辰却猛然转过身去，目光望向正朝自己走来的厉刑天。楚星辰猛然起身，自家这位徒弟主打一个沉迷修仙不可自拔，如果没事，应当不会出门才对，这明显是有事。厉刑天两步向前，目光瞥了眼勾栏女子后，轻声对师傅说道：师姐说门口有一位长得冷冰冰